在这河边啊，给大家看一种当地的特色吧，就是对面这个房子，放大一点看啊，看他们这个房子盖的又细又长又高。这儿还有一个，为什么这么盖呢？为什么是盖成这种样子的呢？河的对岸也有好几个这种楼啊。你看看这个楼，这么细，正在这盖呢。左边是盖好的，右边正在盖，这是两家。旁边还有好几栋，像这些都是这种样子的。那当地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种形状的呢？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。我来分析一下啊。因为越南这个土地政策它是私有的。就是说，你买的这一块地皮，这世世代代就是你家的了，你可以作为传家宝传下去，一代一代的。那么，为了最大化的利用这块地皮呢，你肯定要把它盖得越来越高。有可能这一个房子里住的是那个祖孙3代呢，所以他一家人都住在里面，肯定要把它盖高一点。临街的这个底商呢，可能是开店铺的，开商店的，做生意的。2层呢，可能爷爷奶奶腿脚不方便，住在2楼。再往上呢，就是父母和孩子，可能还有客厅呀、洗衣房啊、厨房啊之类的。但为什么是这种细条形的呢？就是说这边特别窄，然后这边呢特别长。这是因为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每一家都有临街的店铺，因为临街是比较值钱的，所以你这种设计的话，就能保证很多家这样都临街。当地人是不是很聪明？那还因为这块房子呢，这块地皮是私有财产，那没有经过那个房主的同意，任何人是不能强拆他们的房子的。你看看这附近呢，也有这种高楼大厦，这种写字楼啊、住宅楼啊。这种商业地产，如果想征用他们的地皮，那如果他们不同意，你是没办法强拆的。就算你给他10个亿、100个亿，只要人家不愿意走，人家就喜欢这里，你就没有办法强拆，因为这土地是私有的，受法律保护的。而且因为他们这个房子、这个地皮是世代相传下来的，就祖上传下来的，所以他们这个位置都特别好。你看看，这旁边就是这个河，那边是交通要道，这附近都是高楼大厦啊，就是很繁华的地方，地段非常好。这你想想吧，如果你要拆这一片的楼的话，那你得给人家补偿多少钱呢？天文数字啊！唯一比较遗憾的，就是他们这个河流被污染的实在是不像样了。我站在这旁边特别臭啊，我都想马上走了。哎呀，我一个外国人看到这个环境被污染了，我都替他们心痛啊，我都很伤心啊。如果这种环境保持得好的话，住在这河边多舒服呀。这个是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王宫圣母大教堂，在市中心的位置呢啊。这是胡志明市的标志性景点啊，非常多的游客，还有这个旅行团。这个教堂呢是仿照那个巴黎圣母院建的，两边的这个钟楼高40米，一看就是这个欧洲的感觉啊，哥特式的建筑。教堂上这些，教堂的这个红砖呢是来自于法国的马赛。100多年前啊，18几年从法国运过来的，哇塞，厉害了啊！这个教堂现在正在维修，不能进去参观啊。它旁边这个圣母像是罗马总教廷赠送的。这圣母手里拿着什么呀？这是在这个教堂的旁边，1路之隔就是一个邮局。也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啊，大家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这种米黄色的大楼，再配上那个后面的那种棕榈树，
再加上越南这边特有的这个很高的这些，这不知道什么树，热带的才有的树，就很有那个越战电影里的感觉。西贡啊，再加上这个名字啊，让人浮想联翩啊，想起美国大片来了。看看法式建筑的样子，好多人呀！现在在这里边呢，可以买一张明信片寄给自己，比如说你寄到中国，哎，等你从这里回到中国的时候，明信片也到了。现在这里面改成这些卖一些纪念品的地方了。但是还是有邮政业务的，这边正有人填单子，里面有人在办公，还是邮局。这中央邮局一进来，感觉很漂亮啊，这个高高的穹顶，还有那个吊扇，这个配色，感觉很浪漫啊。这法式建筑就是好看。还有这2排世界各地的时钟。墙上还有19世纪的这个越南地图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也是2排时钟，再加上那个放大的这个西贡河的地图，18几年的时候绘画的啊，感觉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。这两边现在是商店，有点破坏这种感觉了。这里是越南胡志明的统一宫，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美国的白宫，它一直都是南越这个地方的权力中心啊。最早是由法国人建的，这是政府办公室、办公大楼。这附近的环境很好，种的这个树，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了，都是参天大树啊。热带嘛，热带雨林那种感觉。如果你想了解越南的历史，那么到这里来就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我现在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啊，在这个马路上随便溜达一下，带大家看看这个当地人的市井生活吧。这就是那个交界处，河面非常宽阔，河上还有运输船呢。河边的人休闲，非常休闲啊。这河边坐的几个人啊，这个都是华人面孔，也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越南当地人啊。这河边停了一辆很大的船，这个船应该是专门是餐饮的。就是吃饭的。河边的环境非常好，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第2高楼，这个楼就建在这个2个河的交界处，地理位置非常好。因为整个越南是没有地铁的，所以它这个路上交通非常的繁忙，汽车呀、摩托车非常的多。如果修条地铁把这个人分流了以后，就没这么忙了。那当地人戴的这个草帽子是圆锥形的这种帽子。这个是当地的这个滴滴打摩托车，叫 Grab， 一个 APP 啊，也可以打出租车，也可以打摩托车。现在这个湄公河上呢，非常多观光游船。大家看一下远处的这个楼，现在是胡志明市最高的楼，也是整个越南最高的啊，300多米。在国内能排到前3吗？以前是这个楼最高啊，现在它排第2了。马路边的这一排房子啊，欧式建筑。都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，殖民历史的见证。法国殖民了越南整整100年。
胡志明市是越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，当地的这个建设也是非常快啊，发展速度也很快，现代化建设也是很快的。这是步行街这边的一个商业广场，前面呢有一个音乐喷泉。这个第二高楼把灯光也打开了，挺漂亮的啊。步行街很多游客，这里有很多拍照的，因为这儿有一个胡志明的雕像。1890到1969，胡志明是越南的国父。这个城市以前叫西贡，后来改名叫胡志明市。个人感觉这个胡志明市改名比较失败啊，这个名字并不好听。大家想想，它以前叫什么名字？叫西贡。西贡这名字多好啊！我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哇，很浪漫，很有情调，第一印象就很好，很有异域风情。你再想想，现在叫什么名字？叫胡志明市，哇，就感觉很严肃，很革命。这跟中国很多城市改名字差不多啊。网上不是说那个石家庄以前叫什么？叫常山，是我乃常山赵子龙。现在赵云在介绍自己的话呢，我乃石家庄赵子龙。哇，太难听了，是不是？常山多好听啊！还有一个就是安徽的黄山。哦，以前黄山叫做徽州，徽州这个名字多好听啊！这个徽字一听就是南方烟雨江南那种感觉，特别有韵味啊。现在改成黄山以后，什么感觉都没了。这都不是最遗憾的，最遗憾的是哪个？襄樊，以前叫啥名了？以前叫襄阳。襄阳，你这个名字一听，哇，这就是英雄之城，是大侠之城啊！山南水北为阳，这个汉水之北叫襄阳，多好听啊，多有寓意啊！还是以前的名字好啊！大家觉得呢？你们觉得这个胡志明市好听，还是西贡好听？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我现在在越南的胡志明啊，后面这个是市政厅，这个是胡志明的雕像，这是一个市民广场。这里可以说是这个胡志明的市中心啊，这两边都是奢侈品店。前面走到头就是那个西贡河，然后这边是它的第二高楼，200多米，还不到300米。然后这里呢正在修地铁，用这个围挡都围起来了。带大家看看这边的地铁啊，日本人帮他们修的。你看那边是 Vietnam 越南，这边 Japan 日本。越南至今没有一个地铁啊，这是它的第一条地铁，还没有修好，正在修。这胡志明在越南是最有钱的市啊，相当于上海呀。这高楼大厦也不少吧？为什么到现在连一条地铁都没有呢？修地铁怎么不让中国帮他们修呢？这基建狂魔，造价又便宜，修得又快。这儿有它这个地铁的规划图，看一下啊。这是整个这个越南胡志明的地图。你看它这条线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那里去，哇！它的主要的市区啊，就是这一片，就这个黄色区域和这一片，从这里开始起点。其实这个就是西贡河，这条河，这条河再往这边就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但是它地铁怎么是这个走向呢？我修的那么远，那个肯定是郊区。它这边摩托车很多的，就是因为没有地铁，所以他们估计都住在这些郊区，然后上班的时候都骑着摩托疯狂的往这边涌，所以这边的交通特别堵，摩托车大军非常多。看它这个沿途有很多个站，
这以后这地方的房价肯定要涨。现在它还没有修好，赶紧在这个沿线买房子吧。越南的这边房地产正在起飞，正是发展阶段。现在买房子，以后肯定升值，一路往上，一路红线啊 ，very good。国内有想来买房的吗？趁他们当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这是他们第一个地铁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地铁沿线的房价要飞涨的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先囤他10几20套房子，以后涨价了再把它卖掉，这是个机会吧？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越南的摩托车大军，这就是没有地铁的后果。因为市区的房子贵，他们在这边租不起房子，也买不起房子，那么只能住到郊区很远的地方去。但是没有地铁的话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只能买个摩托车，这样天天跑了。哎呀，叫这个城市摩托车之城一点都不为过啊！我敢打个赌啊，如果这个地铁修好之后，这摩托车肯定会成倍的减少，因为到时候交通方便了以后，就不需要再骑摩托车了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玩，喜欢出国自由行，关注我啊，帮我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个角度真是风景美极了，整个芽庄的这个风景一览无余啊！哇，这个彩色的房子，远处的高楼，这个河流入海的地方，太美了，拍个照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芽庄，这个是大海。哇，今天芽庄的天气太差了，乌云密布，还刮着大风，气温也下降了很多。在胡志明还是穿着短袖短裤呢，这边都把外套穿上了。本来来这边想看看那个什么比基尼啊、沙滩啊、大海、阳光什么的，结果今天来了，海边都没什么人，而且今天的风特别大，看风把这个海浪吹的，浪都很大的。看看这边的大海啊，真正的大海。哇，这海上面海中间有一个小岛，岛上面还有房子，有人居住的。这涨潮的时候不会把它淹了吗？好担心它呀。这是私人的吧？这是应该是岛主。这边有一个稍微大点的岛，这边应该都是岛主，都是私人领地。这边环境还是不错的啊，很漂亮，这房子盖着都五颜六色的。那边有个印度教的寺庙，对于我从印度过来的，看着就没啥感觉了。这个是一条河的入海口，那河中间有个大石头。一会儿去那边看一看，这个河中间的这个岛，岛上的房子也是五颜六色的，非常好看。前面这个就是芽庄的市区了，市区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新盖的房子，说明这边刚发展起来，房地产呀蓬勃发展啊。看一下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先打的木桩吧，把木桩打在海里，然后在上面再建房。不害怕吗？晚上？这边还有海钓的啊，大海里钓鱼。这里的环境真的太棒了，跟海南岛真的很像。椰子树、绿化、草坪、棕榈树，在这样的马路上开车、骑摩托，是不是很爽啊？哇塞，好大的龙虾！这怎么吃呢？这是炸的还是怎么的呀？看里面好多人啊！这边有小虾。
春卷啥的，啊，应该是烧烤的，烤着吃的。我问问他多少钱啊？里面全是中国人啊，好像没看到老外。这个多少钱？一个啊？20万、30万、40万，可能是个头。这两个是韩国人。这个怎么卖？多少钱？啊？15万一个。15万。啊。便宜点。便宜点。28万2个。这桌子也太少了，就一个桌子。他先把这个剪开了，剪开刷上酱，再火上烤。这是什么酱呀？听不懂。一个13万，40块钱吧。大龙虾烤好了，上面刷了点酱。这还有一杯饮料，还有一个榴莲。呀，很多人来了啊！看它这个是还没烤好的，它应该是先蒸的，把它蒸熟了，然后再烤一下。开吃了啊，尝一下。肉好大呀，好肥一块啊，围着好多人啊。好满足啊！再来一块，蘸上它这个酱啊，必须蘸酱。哇塞！我一口都吃不上，嘴里都塞满了。哇，他们要了2个哎。你们吃吧，拜拜。你看，刚才还没人呢，现在这围了一堆人啊。OK， 围了一堆人了。现在我是不是有点膨胀呢？连大龙虾都敢吃了，但是不吃的话，对不起它这个价格呀。13万越南盾，相当于40块人民币，便不便宜，划不划算？哦，起飞喽！这个老外要下去玩这个，这叫什么船呀？这是水上滑翔伞吗？这老外看着年纪挺大的，头发都白了。今天这个风浪这么大，也很冷啊。看这边很多人在看呢。今天沙滩上都没有人，这个有老外很勇敢啊，身体素质很棒。俄国人，战斗民族的，看这个海浪多大！哇，他要上板子了。
啊，能站起来吗？这像个大风筝一样啊，会不会把它带走啊？哇，摔倒了。不好控制这个东西。这儿好多俄国人啊，战斗民族的人特别多，都跑到沙滩上来围观了。哈哈。那边还坐着个人，那个坐着个人好像是他媳妇儿吧。那还有一个这个伞，这个感觉好难啊！看那个浪把它打的，都站不稳了，在水里面。这要是起来的话，可以在那个浪头上，在浪尖上玩。今天风真的很大啊，浪也很大，哇！这美丽的芽庄，看看这大海的力量。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7号，我在越南的芽庄。可能是我来的时间不对吧？这12月份，你看看这个海浪多大呀！今天风也特别大啊，昨天也是，风高浪急啊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哇，后浪推前浪啊！而且这2天都是阴天，没有太阳。本来想象的是那种沙滩呀、美女呀、那种阳光啊，结果没有。你看看这个海滩上没啥人，这么大的海滩没啥人啊，浪费了。风这么大，你从那个椰子树上就能看出来，看那个椰子树被吹的。前面那一排沙滩椅也没有人啊，沙滩椅都空着呢。我看他们把那个都绑起来了，把那个遮阳伞。看看这个大海旁边的楼啊，楼房都是酒店啊，这旁边都是酒店、公寓、度假的那些宾馆，都很新啊，看着应该都是最近几年才盖起来的，因为这个芽庄也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嘛。这个城市啊，好多这个俄罗斯的游客啊，还有那个中国游客也第2多，俄国人真的非常多。俄罗斯可能那个西伯利亚太冷了，他们就喜欢这个热带城市。中国游客呢，大部分是旅行团，都是一波一波的啊，要来一起来，要走一起走。这海边都是俄国人，其他国家的人都很少见啊。因为今天风比较大，还有点冷呢。你看这个休息的地方都是俄国的，只有他们能适应了这种冷的天气，别的国家的人都回酒店了，或者去吃东西了。看在这边休息的都是俄国人啊，皮糙肉厚。俄国的真的来这儿都是大胖子啊。脂肪厚，抗寒冷。你看越南这边这个树啊，都给修理的这个方方正正的，真是很有特点啊。这边是被修的圆圆的，好几个树能把它修成这种样子的，太有才华了。哇，这个树被修成这种螺旋形状的，哎呀，真是有才啊。看这里还有这个三角形的、圆锥形的，这怎么弄的呀？这是这圆柱体的，
这个什么形状？这像粑粑一样，太形象了啊！太有才了。这还有2个金字塔的呢，金字塔的。你看那棵树，又有圆的，又有尖的，各种形状都有。总体来说，这个芽庄还是挺漂亮的，挺干净的一个城市啊。在这边呢，吹吹海风，看看椰子树，生活如此美好。好的，我是辞职出来玩的旅行博主，我已经走了4个国家了，没什么钱呢，还想到处玩。如果你支持我的梦想呢，请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惠安，昨晚坐了1晚上车，坐那个大巴车，卧铺的，从芽庄坐过来的。这个跟丽江一样，是世界文化遗产啊，是一个古城。整个这个城市以黄色为主基调，非常有异域风情。这边又有一点丽江那个凤凰古城的感觉，因为有一条河，然后对面呢又有椰子树，是热带。那个晚上这些船上的灯笼都会打开，晚上的夜景更好看。带大家欣赏一下这个惠安古城啊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世界文化遗产啊，越南的惠安，全都是明黄色的一个古城，特别有特点。看一下啊。越南的惠安。然后如果你能够。正在上山，要去前面那个云雾缭绕的山里面。哇塞，这一段路走的真是太爽了！沿着这个海边的公路一直上山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岘港，岘港的海云岭，海边的一座山。这个海云岭海拔也就500多米，它山顶上有一个海云关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。类似于中国的雁门关那种吧。你看它下面就是大海，这边是南越，这边就是北越，它是一个分界线了。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在这个山顶上修了很多军事的这个堡垒，但是现在都残破不堪了。想想以前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。这里还有碉堡，看那个机枪的那个眼儿，里面的孔很小，外面的孔很大，这就方便里面的人，观察外面的情况，然后把机枪架在里面就开始扫射了。这儿也有一个碉堡，这碉堡的下面还可以钻进去呢，上面这个。这边也是很多旅行团的，这个也是残破不堪的一些残迹。这一段路啊，骑摩托车上来是最好的，一路上风景特别美。你看这个关口上面写的海云关，用汉字写的。像不像长城的那个瞭望塔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要下山了。岘港的这个海岸线真的是太长了。我骑摩托走到一个无人的一个海湾，这个风景特别美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看。因为它海岸线特别长，所有游客都集中在那个美西沙滩那边。这边好多这种无人的海滩，那个是最高的山，山顶上云雾缭绕的，没有多少米，几百米。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水汽比较丰富嘛，所以这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。这海边很多这个香蕉树啊。这下面还有火车呢，看到那个火车道了吗？蜿蜒曲折的，沿着这个海岸线，一直到顺化了。这火车道从这山底下穿过去的，好想在这上面找一个无人的小岛呀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巴亭广场。这个广场跟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非常像啊，带大家看一下。
一来到这个广场啊，就感觉特别熟悉，因为我在北京也待了6年了，天安门广场也去了很多次，所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正对面这个就是胡志明的纪念堂，里面有他的遗体。这个大的广场呢，就是国庆节会举办一些阅兵活动啊，一些庆祝活动。这儿有个旗杆，这是他们的国旗，一个五角星。这边是草坪，对面就是那个大会堂，开会的地方啊。大会堂上面是一个绿色的当地人叫绿帽子啊。越南人这边也很喜欢戴绿帽子。你看前面这个浇水的这个大哥。反正人家这边觉得 OK 啊，没问题。前面这个黄色的这片楼就是他们的外交部，法国人遗留下来的建筑。这种大会堂一看就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啊，就是这种建筑。对面那个黄色的那个楼呢，也是法国留下来那一片呢，是他们的中央总部，相当于中南海吧。现在政府他们就在那边办公呢啊。再说一下，重点说一下这个胡志明纪念堂。这个胡志明是活了79岁，1969年去世的。那他一生是没有结婚的啊，所以也没有后代。因为什么呢？其实他是有女朋友的，但是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因为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国家统一，南北统一。国家没有统一，他就不结婚。所以直到他去世，国家都没有统一，就是南越和北越都没有统一。所以他也没有结婚，这是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生啊，太让人敬佩了。所以越南现在都称他为国父，他把自己都献给了这个国家。看一下这两边这个标语，这边写的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，那边写着胡志明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这都是导游讲的啊，我也不认识这个越南字。刚才我蹭了几个导游。这个地方很多台湾的旅行团，还有韩国的旅行团啊，跟在台湾导游后面蹭了很多那个讲解，好像没碰到几个大陆的旅行团。最后说一下，这个胡志明为什么姓胡呢？现在他本来是姓阮的。是因为他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啊，被蒋介石国民党逮到过，投到监狱里面呢。有一个中国人，姓胡的中国人，帮助了他，所以他把自己的姓由阮改成胡了，所以叫胡志明。正步走，这个士兵看着好年轻啊，16、17岁。现在是换岗时间，应该是跟天安门广场那个类似吧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我是辞职出来旅行的旅行博主，喜欢我的话点个赞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，这个是环建湖边上啊，有一个莲花剧场，这边表演他们越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个木偶戏。刚买了一张票啊，10万越南盾，相当于30块钱吧。去看一下这个表演啊。这个美女带我进去。
结束了，好精彩呀！看这个水还挺深的，都到屁股这里了。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木偶怎么在里面动起来的呢？是人钻在这水底下吗？我没有看破啊，全是老外啊。演出结束出来了。他这儿卖很多这个人偶，就这个刚才他表演时候用的这些道具。呀，这个就像是我们的皮影戏似的那种。刚才很多用到这个小人儿，这个老虎之类的。哇，来看这个的，你看都是老外啊，都是旅行团，没看到有中国人。中国人去购物点了，不来这种地方，只有老外才看这种东西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。这个是李太祖广场，李太祖就是我身后雕像的这个人，他是越南的创始人啊，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。先说一下啊，古时候的越南跟现在我们地图上看到的越南不是一回事。古时候的越南就只是河内这一片，就是越北这一片。那时候这里还是中国的领土啊。在什么秦朝、汉朝、唐朝时候，这都是中国的领土，归中国管的。那么到什么时候它独立出去的呢？到五代十国时候，就是宋朝刚建立的那时候，它独立的。那个时候呀，中原各地都乱得不行了，各个军阀割据。就是在那么混乱的时候啊，这个人雕像的这个人，就独立出来了，把越南独立出来了。所以赵匡胤建立北宋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精力，来把这个领土重新夺回去，因为他要忙着周边打那些小国家呢。这个越南比较远，他也抽不出精力来。慢慢的，这个越南就正式独立出来了。就是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以咱们的眼光来看，他就是封疆裂土的奸臣，是不是？把领土从中国分出去。但是他在越南人的眼中呢，那就是英雄啊！带领越南人民脱离中原的控制，独立建国，这是个功臣，在人家眼里这是英雄。所以这个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评价啊，很神奇吧？听一下越南人怎么称呼他的，就能知道他在越南的地位。他们称呼他李太祖。太祖的意思就是一个朝代的建立者，你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，明太祖朱元璋，啊，这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，创始人啊，所以这个人的地位很高的，在越南。对着地图讲一下啊，他刚独立的时候呢，他的领土就是北边这一片，河内下龙湾这一片，南边这黄色的呢都不是，这时候他就需要扩张。北边的中国呢，那他肯定不想招惹了。那么东边是大海，他过不去，他只有往西边打，西边打老挝。但是如果你打老挝的话，泰国和这边有个缅甸，他们不答应了。如果让你把老挝吞并了的话，你的实力就强了，到时候万一来侵略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泰国和缅甸就一起帮老挝对抗他。这样的话，他就往西边打也没戏了。那他只有往南边打，南边打的很顺利啊，
一直打到这个顺化、岘港、芽庄，最后把胡志明这边都打下来了。所以它的这是国土呢，就长成这个样子，长条形的啊，和那个智利的国土特别像，南北特别长，东西特别窄。虽然说它已经这么大一片领土了啊，但是它和中国的关系呢，还是这个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呢，连这层关系都扯断了呢？就是法国人来了以后，法国人占领这里开始殖民的时候呢，和中国打了一仗，在这个两国交界的地方啊，但是和法国签了一个协议，这个协议呢是中国虽然战胜了，但是签了协议对中国很不利。这时候呢，中国就承认法国是他唯一的宗主国了，中国就和这个越南彻底没有关系了。然后这个法国人呢，就在越南开始他的殖民统治，然后就不让用汉语啦，要学法语啊，然后建了很多法国式的这种城堡啊、建筑啊，然后法国的这些文化呀、喝咖啡呀、吃面包这种文化就在越南流行开了。这个时候中国的影响力那就降低了，慢慢的法国的影响力对他非常的深刻。直到这个二战的时候啊，日本人来了，日本人又把法国人赶跑了，日本开始殖民这里。那法国人被赶跑了以后呢，他没地方去了，为什么呢？法国的老家被德国人占领了，法国灭国了啊，法国这个时候就逃到英国去了，在英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。这以后呢，日本就一直统治着越南，一直到二战结束，日本战败。这个时候法国也是战胜国啊，他又恢复他的国家了。这个时候法国一看，哎，日本人走了，他又卷土重来了，然后又开始想殖民这个越南。这时候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就和他对抗，又开始打了9年多吧，终于把他赶走了。但是当时是冷战时期啊，美国一看，资本主义的法国被打败了，社会主义的越南要赢了。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，他又支持南越成立一个政府，然后和北边的胡志明打。最后呢，他直接干脆就自己参战，飞机大炮就轮番轰炸啊，打了将近有20年左右吧。最后他还是打输了，打输美国就撤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69年胡志明已经去世了，75年美国人撤走的时候，撤走以后北越就把南边打赢了，就统一了越南。后边的历史我们就都知道了吧。79年的时候又跟中国打，被咱们揍了一顿。说起来越南也是个倒霉孩子啊，先是跟法国打，跟日本打，然后又跟法国打，又跟美国打，这每一个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。最后这越南终于被打老实了，是吧？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打仗，所以他的经济很落后啊，国内被打得稀巴烂，一塌糊涂。后来越南呢也开始学习中国，改革开放啊，开始发展经济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穷了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这就是整个越南的历史吧。我只是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啊，大家听我讲这段历史呢，不要抠字眼。大概的它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。好的，就先讲到这里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我点个赞啊，转发一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越南的文庙，就是供奉孔子的地方，也叫做孔庙，跟中国的很像啊，非常熟悉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是最能体现就是中国文化对越南影响的地方，受这个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地方啊。看一下，这儿有一个康熙皇帝的题词《万世师表》，康熙御笔的。这边是道观古今，这边德参天地。这边是一个仙鹤，下面踩的乌龟，这个是什么寓意呢？进去看一下孔子的那个雕像吧，因为越南在古代是用汉字的，他们现在不用了。正中间这个就是孔子啊，孔子在他们这儿是这个形象。
左边那个是孟子，这边还有孔子的弟子，反正都是儒学大师嘛。这两边都是汉字的这个对联儿。后帝王而生，事业高帝王上。看看那边写的啥？宗天地而立，功德与天地同。哇，咱们中国人来了，一下就看懂了。但是我估计越南人看不懂这个，他们早都不用汉字了。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虽然说过了1、2千年了，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对联就能知道它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这就是文化的这个力量呀！看这两边的柱子上全部是汉字啊，这个对联全部是汉字写的。越南是在宋朝的时候独立的啊，宋朝以前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。独立以后呢，它还是用的这个汉字，还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。这个地方科举啊，考进士啊，但是一直到那个18几年的时候，它被法国殖民了以后，法国人就不让它用汉字了，就废除汉字了，用他们法语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就这个和中华文化断开了。越南现在虽然不用汉字了，但是这个汉字对它的影响还是特别深啊。像一些历史的一些古书啊，一些历史资料，都是用汉字写的。他只要往前想查一些以前的资料，全部都是汉字啊，还是比较遗憾的嘛。不知道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参观的很多韩国的游客，韩国的这个旅游团，韩国也不用汉字了。他们也喜欢来这里参观，他们都在极力摆脱这个儒家文化、汉字的文化，但是没办法，这都割不断的。这个文庙在古代那就是全国的最高学府，能在这里面上学的人，那都是全国的尖子生啊，跟现在的北大清华似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海。我现在在越南的亮山，这个亮山是中越交界的一个边境城市。我来越南旅游已经有20多天了，过几天我就回国了。跟大家讲讲这个越南的历史吧，因为我对这个也比较爱好一点。古时候的越南呢，其实是中国领土，但是那个时候的越南呢，仅是指越北这一片地方，就是现在的河内这一片，不包括南边啊。那么这个越南是什么时候独立出去的？是在这个5代十国和北宋过渡的这个期间，那个时候就是中原军阀混战嘛，然后北宋的赵匡胤建立了宋朝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还顾不上这里，他主要刚建立宋朝的时候呢，还要消灭周围这些诸侯、这些军阀势力，所以就趁这个间隙呢，越南就独立了。虽然说它的这个国土面积越来越大了吧，但是它和这个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都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。它也用汉字，用儒家文化，然后也有科举制，就是和受中国的影响非常深嘛。那么什么时候连这层关系都断掉了？就是法国人来了以后，法国人来了要殖民这里，然后和中国打了一仗，就在我身后这些大山里啊，往前走18公里就是中越交界的地方，有一个友谊关，在那个时候呢叫镇南关。那个时候是18几年的时候，就是慈禧太后那时候。你想想，中国那时候正是鸦片战争的时候，但是这场仗中国是打赢了，打赢了，签了一个协议。这个协议呢很屈辱，历史书上叫这场战争呢是中国不败而败，法国不胜而胜。就是说中国虽然赢了，但是签的协议呢非常的屈辱。法国虽然输了，但是签的协议呢对他很有利。签了这个协议呢，那中国就正式放弃越南了，法国人呢就成了这个越南的新的宗主国了。法国统治这里以后啊，肯定要去掉中国的影响，所以不让用汉字，废除儒家文化，然后推行这个法国的文化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越南还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，吃面包的习惯，都是法国人留下的。
那法国人是什么时候被赶走的呢？就是二战的时候。二战时候日本人来了，日本人把法国又赶走了。这个时候法国就特别搞笑，这里被赶走了，他的老家也回不去，因为他老家被德国占领了。所以法国呢就跑到英国去了，在英国成立了流亡政府啊。这以后呢，日本就一直殖民这里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，那日本就撤走了。撤走以后，法国一看，哎，你日本人走了，我的机会又来了，是不是？他又卷土重来了。卷土重来呢，就和胡志明领导的这个越南人民又开始打仗，打了9年左右吧，法国也没有打赢。当时世界的格局啊，就是这个冷战时候美苏对抗，这个意识形态非常重要。美国一看，资本主义的法国要输了，社会主义的胡志明要赢了，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。所以美国就支持这个南越成立一个政府，和北边的胡志明对着干。最后呢，美国就直接参战了，这就是著名的这个越战。越战打了20年啊，最后美国也没有赢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在这个打越战的时候，69年，胡志明就去世了，美国是75年才撤出这个越南的。所以美国一走呢，那北边的这个北越很顺利的就统一全国了。那越南就好不容易统一了吧？统一了，我们回忆一下越南跟别人打仗的历史啊。先跟法国殖民者打，然后跟日本人打，然后又跟法国打，最后跟世界第1强国美国打，连续打赢了这么多这个世界强国。什么结果呢？越南有一点点飘了，有一点点膨胀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做了什么事呢？开始挑衅中国了。最后大家都知道了，被咱们揍了一顿，揍老实了。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啊。越南连续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其实他国内的已经一穷二白了，国内打得稀巴烂。然后越南呢也老实了，那么他也发展经济吧，他也学中国一样改革开放了。这就是越南整个的历史啊，简简单单给大家概述一下。我是个那个历史业余爱好者啊，说的并不是很准确，大家不要抠我的字眼，听个大概就行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啊。过几天我就回国了。后面就是咱们中国的边境线啊！喜欢我的话，帮我点个赞吧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我现在在越南啊，越南的这边，河对岸就是中国啊，看一下，看到那个远处那里有一座桥了吗？那个就是这个东兴口岸和越南芒街的那座桥，这座桥那边就是中国，桥这边是越南，这是一个河道的3岔路口，太神奇了。桥上面还有很多人呢，正在通关。这有一个中国水文的一个监测站，应该是监测这个河面水流量的一个地方。我这里热火朝天的正在搬货呀。去看看那边啥情况呢？很繁忙的样子，应该是卸的水泥吧，石灰，那个把那个路都染成白色的了，应该是石灰。这个船一个一个的靠在岸边，然后靠人工一袋一袋的扛上去。一个一个的人把这个扛上去的，苦力活啊！那边还有很多船呢。在越南这边呢，都是这个修的很高的，河边的修的很高。中国那边的都是斜坡。你看越南这边都是很高的这个城墙，中国那边呢，那边有那个铁丝网，有拦住了，好神奇啊！感觉这边是越南，对边是中国，
就隔着这么一点点一条河，会游泳的就游过去了。这边有个楼梯是可以上来的，开着一条船过来就上来了。上来越南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边防的，我直接从那里走过来了。这一条这个沿河的公路都是自由的，没有人检查什么的。但是大家看一下中国那边，这沿河的都被那个拦起来了。这边有个中国海关的这个蓝色的牌子，中国那边应该管得严。越南这边相当的随意了，给大家看看越南这边这个边境的河岸边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边上是一条公路，里面都是房子。这公路上随便走啊，没人管。越南这边人口很少的，你看这些大片的空地都没有人的，这些都是小别墅啊。他们人口聚集在往里走个2、3公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没人来平时。再对比一下咱中国这边，哇，中国人口真的很多啊，这边上住的全是人啊，全是房子啊。你看这个楼上，这从这晾衣服就能看出来，这个楼里面住满了人。这有几个人蹲在这儿看呢。这两边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。越南这边这个房子都是这种的小别墅，中国那边呢都是这个集体的这个楼，居民楼。从外观上看，差别就挺大。下午我就去海关过关了，从这里不能过去啊，这里就算偷渡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我现在已经从越南回来了啊，在越南玩了1个月，今天做个总结吧。主要从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啊总结一下。我是11月28号去的越南，12月25号圣诞节回来的，玩了将近1个月。先说一下我花了多少钱啊，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这个去的时候机票400块钱，在越南坐了一次飞机150。走的时候，我从泰国去的时候呢，换了100美金的现金，相当于700块钱。我去胡志明呢，换了3000块钱，然后去河内又取了1000块钱，这几个加起来呢，相当于5000多块钱，就5000块钱吧。1个月花了5000块钱，这个花费其实很省了，很节省了。像我住的都是青旅，都是那种床位房。如果你要住那种单间啊，住酒店，你花费会更高。衣食住行啊，先说一下穿衣。越南非常热的，基本上你穿短袖就可以了，短袖短裤。现在冬天他们都这么热，你要到夏天了，更热。现在那个首都河内还是比较凉快点，需要加件外套。其他地方都是穿短袖短裤就行。再说一下吃的啊，吃的话，越南都是吃米粉，还有那个法棍面包。米粉呢都是10块钱一碗，但是这一碗呢你吃不饱，这时候再加一个面包就正好。喝的方面啊，越南的咖啡是一定要喝的，越南的咖啡店真是遍布它的大街小巷，而且那个咖啡店啊价格很便宜，品种很多，只有星巴克1半的价格。我真是把那边咖啡我喝了个遍几乎。而且咖啡馆环境很好嘛，在里面聊聊天呀，发呆一下午的，当地人就是这么过的，很悠闲。衣食，再说一下住和行。住的话，我住的都是青旅嘛，床位房，很便宜的，一晚上30多、40多，这就算好的了。你要是住那个酒店，
那就各种价位都有了，好几百的、上千的都有，星级酒店。这就看大家的那个财力了。你要是穷游的话，这种青旅是最合适的。最后就是出行方面，越南的交通真的很方便的，它这个飞机票非常便宜。在越南呢，基本上他们都是平时骑摩托车很多很多。市内因为它没有地铁，所以它通勤都是靠摩托车。如果你是短途呢，那就是大巴车。那种大巴车是可以平躺的，卧铺的大巴车。如果你要长距离的那种出行呢，那就是飞机。而且这个越南的飞机非常便宜，从胡志明到河内1800公里才200多块钱的飞机票，非常划算。这个距离相当于北京到成都的距离也是1800左右。你想想，国内有这么便宜的机票价格吗？200多。还有这个越南的火车啊，火车就建议大家不用坐了，那个速度又慢，票价又贵。越南的火车真的不发达的，整体消费嘛，越南其实消费还挺高的。我1个月花了5000块钱，供大家参考吧。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，就是说越南安不安全？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我觉得挺安全的，治安情况也很好。只要咱们自己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，比如说你半夜了12点了，你还在街上乱逛，还有呢，你自己去那些赌场啊那些地方，我觉得作为咱们游客来说，白天出去玩是非常安全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再就是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啊，这个出关入关呢也都没有被收小费，这个情况呢我都没有碰到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放心的去吧。好了，越南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。下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去的这4个国家整体的一个感受吧。我去了尼泊尔、印度、泰国和这个越南，我也是第一次出国啊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然后也不会英语。下个视频说一下我整体的这4个国家的感受吧，欢迎大家收看啊，到时候，拜拜。